看完高登 Saga 的奢华，这期视频呢，我们来拆一台红魔比较务实的机子啊，就是前阵子发布的红魔11 Air。那整个外观呢，还是延续红魔一贯的透明硬朗美学。那3个配色里，银色啊，我个人感觉是最具科技感。那实测重量209克，相比自家的旗舰机型，显然是做了不少轻量化的努力。不过啊，每次我们谈到 Air 类型的产品，必然伴随着阉割减配的话题。所以红魔11 Air 又会如何取舍权衡呢？咱们边拆边聊。第一步，关键取入卡托，双卡背靠背放置，卡托材质是金属加塑料，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第二步，拆卸后盖，加热后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分离后盖。后盖采用一块高透玻璃打造而成，为了加强整机握持的舒适性呢，这次给后盖边缘加上了一些弧度啊，让机身呢更加贴合手掌。风扇的进风口从边框改到了 deco 区域，看来内部的散热设计有变动啊。后盖内侧2个后摄和风扇对应位置呢有金属内衬的加固，并且3者都配备有防尘密闭泡棉。风扇进风口还有金属防尘网的保护，下方的闪光灯模组上呢也有泡棉填充机内间隙，同时提供缓冲保护。闪光灯模组通过1颗螺丝固定，卸下后取出模组，模组上集成有2颗 LED 灯珠。第3步，拆卸主板。因为采用全透后盖设计，所以机身内部啊基本都被装饰片所覆盖，除4周常规粘胶外，还在主摄位置设计有额外点胶加固，提高密闭性和结构强度。机身左上角设计有主摄风扇闪光灯的供电触点以及超广角镜头，右侧圆形装饰片中央的红魔 logo 和风扇呢支持自定义 RGB 灯效，取下电池和副板位置的装饰片，现在就能清晰的看出内部结构依旧是3段式设计啊，电池上覆盖一片面积不算太大的散热膜，中间没有配备无线充电线圈。卸下主板区的所有螺丝，尝试取出主板盖板，发现盖板啊还有硬连接固定，猜测呢是右侧的圆形装饰片下还有螺丝啊。加热后取下装饰片，那果然啊还有1颗螺丝固定盖板。螺丝下方呢有2颗 RGB 灯珠，通过导光板打亮整个 logo 区域。卸下螺丝，取出塑料材质的主板盖板，内侧顶部扬声器部分接口以及风扇对应位置呢贴有压紧泡棉，防止松动。来到主体部分，能看到 NFC 线圈放置在风扇右侧，位置合理，方便使用。电池位置的散热膜向上延伸至主板核心发热区域，保证电磁兼容性的导电部分布在风扇前摄以及顶部扬声器位置。仔细观察就能发现，风扇4周和主板核心发热区域好像还被一块盖板压着。挑开风扇接口，取出这块盖板，盖板呢为铝合金材质，风扇也一并固定在上面。看来这块盖板的主要作用就是将主板核心区域发出的热量传导至风扇和散热膜，实现更加快速的散热。那这枚风扇的转速和自家旗舰11 Pro 加完全一致啊，都是每分钟24000转，但在叶片的设计，两者却略有不同。11 Pro 加的风扇叶片呢为等高方案，而 Air 这边呢则有高低夜差设计，从而实现在同转速下更强的风量和风压，以及更大的扫风面积。盖板内侧对应主板核心发热区域以及风扇位置呢涂有导热材料，加强导热性能。其余接口对应位置同样要有压紧泡棉，防止松动。核心两侧的金属导电泡棉呢，还有电磁兼容等作用。回到主体部分，可以看到风扇位置是可以接触到 VC 均热板的。挑开2个电源接口进行断电，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前摄和超广角镜头。主摄由于接口设计在主板背面，暂时无法取出，卸下1颗螺丝取入主板。主板背面主摄排线和接口的上方呢，还覆盖有屏蔽电磁干扰的铜箔。揭开后，挑开接口分离主摄。摄像头的详细参数大家看图 ，CMOS 依旧是豪威全家桶，前摄和主摄的规格和自家旗舰11 Pro 加的完全一致。主板采用利好散热的单层设计 ，PCB 使用0.64毫米板材，主摄呢采用破板下沉设计，直出中光。超广角虽然架在主板上，但并没有和核心3大件背靠背放置啊，再加上下方还有主动散热风扇的持续降温，也不用担心长时间录像时的积热问题。接口和小元件4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顶部麦克风位于主板右上角，主板正反两面的核心发热区域均覆盖有铜箔以及大量的导热材料，薄热位置使用金属片加固，上方集成用于万能遥控的红外发射器以及整机唯一1颗环境光传感器。4加散热铜箔，轻调导热材料，吹开屏蔽罩。核心3大件呢是美光 LPDDR5X 9600的 RAM 加凯霞 UFS 4.1的 ROM。RAM 下方是高通的上代旗舰 SOC 骁龙8至尊版。那其余的芯片信息大家直接看图啊。
游戏表现方面，那依旧是我们常测的4款游戏啊。首先，王者毫无压力，帧率直接一条直线，那曲线平直度堪比之前的11 Pro 加，甚至还要更丝滑一些啊。正面温度控制呢也更占优。和平精英开启144赫兹后啊，同样一条直线，在相同画质下，它的功耗表现和背面温度啊，都是近期发布的骁龙8至尊版机型中最低的一款。再看原神，帧率表现同样拉满。温控和功耗表现在近期的同处理器机型中都是最佳的，而高负载的新铁也能保持非常丝滑的帧率表现，功耗控制同样是骁龙8至尊版机型中的第一梯队，整体性能释放一如既往的出色。取出顶部扬声器，顶扬采用 AAC 瑞声科技全金属封装的 1014D 规格，内部填充有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中框主板区域啊，防尘密闭泡棉分布在前摄、顶部扬声器以及顶部麦克风收声孔四周，收声孔内配备的是防尘网，前置环境光传感器使用黑色胶套保护，出风口配备红色胶圈密封，保证气流按照设计方向流动啊。风扇和 SOC 对应位置有做镂空设计，使核心发出热量呢可以更加直接的传导至 VC 均热板，同时也让风扇多了一条给 SOC 散热的通道。广泛分布的金属导电泡棉呢为电磁兼容性设计，前摄、主摄以及风扇四周设计有线尾结构，防止部件偏移。第4步，拆卸副板部分，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盖板，盖板材质金属加塑料，内侧接口和马达的对应位置呢贴有压紧泡棉和包裹泡棉的导电布，防止松动。底部扬声器是 AAC 瑞声科技全枪设计的1115规格，这是一颗常规经典级的 box， 内部并没有填充 N-Base 声学增强材料。挑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取出副板。副板 PCB 来自重达技术，采用0.6毫米板材。接口和小元件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上方集成有底部麦克风、SIM 卡槽以及 Type-C 接口。接口根部有进行封胶，内侧配备防尘防水的胶圈。接口虽然是满帧设计啊，但速率呢还是480兆 bps 的 USB 2.0规格，不支持 DP 视频输出。接口上的所有角位都有镀惰性金属来提高抗氧化和耐腐蚀性能。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采用 L 型防呆设计，误插后无需担心防护结构损坏。取出 X 轴线型马达，采用 AAC 瑞声科技 ELA0809A 的规格。挑开同轴线，卸下固定螺丝，取出位于机身左下角的天线小板。小板的 PCB 同样来自重达技术，使用的是0.43毫米板材。中框副板区域，底部麦克风收声孔配备防漏音泡棉和防尘网，底部扬声器出声口使用红色胶圈加细密的防尘网保护。整机是通过了 IP54的防尘防水测试啊。第5步，拆电池。电池有快拆设计，采用单电芯双接口方案，容量呢有7000毫安时。制造商为东莞新能德，那必然是 ATL 电芯了。CR 电池保护板上的绝缘贴纸，保护板采用 SIP 系统级封装，还有 CPAC 工艺的加持来缩小保护板在电池仓的占比，进一步扩大电芯尺寸。右上角还有 NTC 热敏电阻来检测电池温度，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在861瓦时每升左右啊。包装内附带有120瓦的快充头，实测峰值功率74.5，1到100充电用时呢57分钟，还有全场景的旁路充电功能，保证边用边充实的使用体验。卸下电池仓左侧的2颗螺丝，取入盖板，就能看到侧置的麦克风了。Air 和老大哥11 Pro 加一样，共配备3颗麦克风，采用顶部1颗、底部1颗加侧边1颗的方式排布，避免游戏玩家在双手横握手机时遮挡麦克风。最后一步，拆屏幕。加热后酒精配合拆片划开粘胶，分离屏幕。屏幕是京东方的 LTPS OLED， 采用 Q10发光材料， 1.5K 分辨率，刷新率呢为144赫兹啊，支持2592赫兹的高频 PW 调光和类 DC 调光。实测手动全屏最高618尼特，强光激发来到1450%，10%窗口下呢为1625尼特。屏幕背面是全覆盖铜箔，中间是指纹模组的开孔，驱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触控 IC 呢是汇顶的 GT9916。中框上覆盖一片面积约为46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散热膜中间的大面积开窗是为了给均热板让渡空间，增加均热板内部蒸汽室的尺寸，加强均热能力。下方呢是目前已经非常少见的超薄光学指纹模组，模组四周包裹泡棉保护。CR 散热膜就能看到4600多平方毫米的不锈钢 VC 均热板了。最后的中框总成、边框和内框都是铝合金材质。好了，拆解就到这里，整机有3种，共23颗螺丝。内部硬件信息基本都给大家展示完了，可以看到外围配置上确实存在取舍，但核心的性能和续航方面都照顾得很到位。那如果你喜欢红魔的透明纯平美学设计，真全面屏的沉浸感、极致稳定的性能调教，并且还希望轻量化的设计，那么这台红魔10就是为你准备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欧弟，我们下期小拆再见。